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由本昌老爷子饰演的济公形象早已深入人心。其实济公就是18罗汉之首的降龙罗汉。相传南宋年间，李夫人来到国清寺拜一位菩萨上一支香，拜到降龙罗汉的时候，突然罗汉眉间一道金光闪现，李夫人回去没几日便诞下一男婴，取名李修远，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济公。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，罗汉总是个绕不开的形象，无数文学和电影作品把这一形象丰满到家喻户晓。言之有理啊，就此理。那么18罗汉中，除了降龙伏虎，你还知道哪些呢？罗汉、菩萨和佛祖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故事开始之前，咱们先弄清楚什么是罗汉。罗汉又称阿罗汉，是指能断除一切烦恼，达到涅槃境界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，修行圆满，是受人天供养的圣者。那么相较于佛，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，例如有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大洪水，很多人都被卷入洪水中，罗汉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顺利地逃离了洪水区。在搜救灾民的时候，佛的力量更大，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阿弥陀佛大愿船，就可以在洪水中准确搜救每一个灾民。在佛教经典中，罗汉是佛陀的16个弟子。佛陀圆寂后，为了能让佛法永驻人间，发扬光大，就吩咐了自己16个弟子永不入涅槃，以弘扬佛法。罗汉原属于佛门之中的小乘佛教，但在佛祖释迦牟尼的规劝和鼓励下，小乘佛教的罗汉们便纷纷转向往事不灭的大乘佛教。上面说到，罗汉是由16个弟子化身，那么后来怎么变成18罗汉了呢？这其实还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关。原来的16位罗汉是法住记中记录的16位罗汉，苏轼将它增补到18位，增加的第一位其实就是法住记的作者，第2位是释迦牟尼的母亲。那么降龙伏虎是什么时候进入18罗汉当中的呢？到了明代，民间又有了不同的说法。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将他们收纳总结，最后把降龙伏虎2位罗汉加入到了18罗汉的序列里。清代乾隆年间，乾隆皇帝钦定，把降龙伏虎正式加入到18罗汉当中。至此，人们再提到18罗汉，就以皇帝御封的为准了。这也是我们现在普遍认识的18罗汉。但是在藏传佛教中却没有采纳这一说法，他们供奉的18罗汉是弥勒佛、摩耶夫人以及原有的16位罗汉。18罗汉取代16罗汉后，影响越来越大，在寺庙中越来越常见，一般塑在大雄宝殿中，作为侍佛或树三侍佛的护卫存在。从古至今，人们对罗汉的崇拜和描写可见一斑，寺院也常有18罗汉和500罗汉的塑像。那么500罗汉和18罗汉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国在五代的时候盛行起尊崇500罗汉的风尚，各地寺院陆续建造了罗汉堂，以供奉500罗汉。关于500罗汉的名字和事迹有很多说法，比如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，说是一棵大枯树的树穴中住有500只蝙蝠，然后一支商队在此停留歇息。他们在点火取暖时，火烧到枯树。巧合的是，有一位商人正手捧佛经在念诵，被大火困住的蝙蝠因喜听诵经声，竟一直忍耐着不愿离去，结果全部被烧死。后来这500只蝙蝠转世为人，然后都修成正果，成了500罗汉。有的人认为是指跟随释迦牟尼听法传道的500弟子，有的人认为是灭佛后第一次集结的500比丘。近代500罗汉塑像列明依据基本来自南宋高道素所录《江阴君乾明院500罗汉名号碑》，从第1尊罗汉阿若桥陈列到第500尊愿示众，形象逼真，神态各异，或喜或怒，或笑或嗔，个个是凡相，唯独有一个汉人也站在罗汉堂之内。这个和尚俗名李心远，他个性诙谐，谈吐幽默，不拘泥于戒律，平日在民间济困扶危，嘲弄官府，深得人心。于是中国佛教将他神化，
说他是降龙罗汉转世，他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，但却在罗汉堂报道的时候迟了一步，只能委屈地站在过道里。虽然如此，几乎每一个去罗汉堂的人都要一睹他的风采。他的形象和传说早已走出了殿堂，走出佛学界，成为中华民族的特色创造，与印度佛教罗汉有明显差异。一个深受平民喜爱的中国罗汉，人们习惯称他为济公。关于罗汉的故事，当然绕不开禅宗祖庭少林寺。不少影视故事都有描绘少林寺18铜人的形象。少林寺究竟有没有神秘的18铜人呢？那么这18铜人和18罗汉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？少林寺位于嵩山五乳峰下，唐初就被皇家封为天下第一名刹。在这里，进山门后第一眼能看到的便是罗汉堂。罗汉堂是供奉罗汉的殿堂。罗汉通常有16罗汉、18罗汉和500罗汉之分。在一般的寺庙里，会在大雄宝殿的两侧塑18罗汉，而规模较大的寺院则会专门建有罗汉堂，内塑很多的罗汉，有的甚至超过500，而且他们的名字也不明确，因为数量、名称和造像都缺乏经典仪轨依据，所以各地罗汉堂中的500罗汉数量和人物造型都不一致。罗汉堂还是少林寺的考武机关，是少林弟子练武功进行考验的地方。据说这个秘密机关在过去还被称为木人巷，只要在少林寺习武期满要离寺下山的弟子，都要通过这里与木人搏斗，取得全胜才能从少林寺正门走出，叫少林正门出身，否则就只能从暗沟爬出，叫偏门出身。这也是很多影视剧中考验下山弟子功力的18铜人的形象原型。为了教化众生，罗汉在世间会有种种不同的化身，有的化身凡夫，有的化身僧侣，有的化身种种不同的生命形态，以方便接引不同的众生。所以在我们生活中，在我们身边，说不定就有罗汉的存在。很多人希望能够供养罗汉，以求得种种福报，可是我们凡夫的心理和眼目早就被各种贪嗔痴慢所遮蔽，所以即使有罗汉，我们也未必认得出来。佛经上记载，有个国王举办斋僧盛宴，希望能够供养到罗汉或菩萨，以求得未来的福报。可当罗汉化身乞丐，凡僧来应供时，却把他们拒之门外。所以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，对人对事不能刻意分别、攀比、计较，不能凭借财富、外貌、地位去判断别人。佛法教我们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本着一颗平等心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，对所有的人都抱着恭敬的态度，虚心下意，平等待人。这样，我们真正遇到罗汉的时候，才不会失之交臂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我们会分享更多与少林有关的故事，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亮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消息。